手拉小手，挚爱伴你久。本节目由999感冒灵和小儿感冒药联合冠名播出。我说了，男朋友每次约会出门穿搭都很难看，让你觉得很丢人。这个很有代入感，我也要，这个太有代入感了，我的天哪！你会怎么跟他说？我当时确实转头就走了。我写的是随便谈，因为他自己的包袱就很重，每次都是我随便穿个拖鞋就出去了。斌哥哥呢？我们俩生活中属于是损友，我会直接去说，我说老公今天穿好土啊，好丑啊，然后我会给他买新的衣服去，带他直接去逛。女总裁这种生活方式跟我的贴近。下一题，和男朋友约会的时候，前男友从对面走过来打招呼，这时你会怎么跟现男友介绍你的前男友？尴尬呀！我天啊，这个我感觉简单多了。我说直接不介绍，就当做没看见。对，我觉得过去了就没必要再介绍，跟他也没有什么联系。就嗨，然后你这样子走过是吗？下一题，你男朋友的女性朋友好像喜欢他，你希望他们能保持点距离，你会怎么开口呢？直接开口。直接开口。我们俩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啊，就是确实会有客户就是很喜欢他，然后会很爱跟他聊天，而且你能从聊天记录感觉到大家在聊一些生活类的内容。我说你知道这种行为有点像暧昧吗？他说我没有觉得呀。我说那我换位思考，你会不会觉得我有问题？他说会。我说那就是这就是我的感受。我说所以你如果只是把他当做客户，就当做客户去聊天，就是人与人之间要有边界感。对，这个好，换位思考特别好。对，我觉得他好成熟啊。一般他会删掉的，如果是客户除外。就是我就是觉得客户这个比较特殊一点，毕竟要赚钱。务实。这是第一个。在路上看见漂亮的女生时，女朋友问那个女的是不是很漂亮，你的回答是，这还用回答吗？哇，你们写的好长啊！一定是有个很严的媳妇儿，需要解释这么多。严谨，纯纯的严谨，你们这些人。考的是男生的态度吧？发现女朋友回复了前男友在他生日当天给他发来的祝福，你会怎么做？我的价值观是，不管怎么样，这种不应该回复的。哦，我无所谓的，我也觉得无所谓，而且我相信我另一半能处理好。是的。哟，这是信任对方。如果女朋友问你要怎么来表达你到底有多爱我，你会怎么回答？哇，你看都会问这种问题的。哎呀，就是咱俩第一个。好，这么快，我都没想好怎么写。你女朋友应该不会问的，也会问的，也会问的。对，世界的女孩都一样。那个大扫除的时候，女朋友偶然发现你和前女友的照片时，你会怎么做？哇，越来越劲爆了。你要怎么做？回答一定要严谨一些。严谨一些。这是生死命题。这一屋子都是求生欲。我写的全都是我的最真实反应。我也是。我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是吧？现在发布一则通知，请所有男生在4位待定女生的答案中选出你认为的最差答案。请所有女生在4位待定男生的答案中选出你认为的最差答案。男女生最差答案数量相加最多的一组将被淘汰。啊？哦，靠这个淘汰啊？哦，他只选那4个。哦，只选4个人。哦。所以说我们现在选择你们，就是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在勾选答案的时候都会觉得可能是选那个最好的，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前进的。我没有猜到，就是说，那个任务是
来评判就是三观的这个问题的，因为我当时写这些择偶的答案的想法完全是按照我的心情来的，我是怎么想的，我怎么痛快的，我就怎么写的啊，所以我还写的挺极端的。极端？哦，哇哦！我觉得这个都没有什么差的回答。我这2比较中肯，不卑不亢。就第一个可能有点恋爱脑。我说心里话，我觉得这4个答案里，我觉得都在我心里都不是很好。第一个是什么？这个肯定最差，最离谱。这谁？这是谁？这个是谁？我真的很无语。打死他！真的，这个到时候拎出来。我觉得第一个是我最受不了的。我有几个都想选最差，我都跟你讲。不是，这真的是他们的回答吗？对呀。好想知道说了什么。我当时也有点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答案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文化差异可能会跟别的情侣不一样。我们敢说过，我们俩可能完了。我其实一看就知道哪个是我老公，真的。我完全没有担心。我一直有一些奇怪的自信，就是比如这种方面，就是对老婆的理解，我一直就自信的不行。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我感觉那个问题都是挺好回答的，因为我对他的感情就是很真挚嘛，就是说这些问题我都能很轻松的回答。就这样吧，答完了，不说了。好残忍了，我这个台。不会哭吧，各位？我都好紧张。现在开始，将要进行4对预备夫妻的生存对决。第一个生存对决的任务是挚爱大拷问。他们很紧张，男生都很紧张哎。哎呦，我每次是你都紧张。哎呀，我在这儿我都紧张。哇，幸亏不是我，太可怕了。我也觉得幸亏不是他，是不是？他第一个必淘汰。男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路上看见漂亮的女生时，女朋友问，那个女生是不是很漂亮？你的答案是？有一个回答反正很奇葩。后面还有那个看吧，看那个。你的回答是？如实讲。如实讲，这叫吵架了，感觉。你会被淘汰的，我跟你讲，说题是如实讲的话。真的吗？好可爱啊，那个男生太可爱了。根据10位女生的投票结果，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哇，他这种节奏感太吓人了，真的。哇，好贱哦。快看，那个女孩很美，身材很好，脸很漂亮。What？ 那个肯定是那个国外的那对儿。这个还可以啊，为什么要投啊？这是谁说的？我的天哪！天哪！我没让写，我说还可以，但是你是最漂亮的。但是你是最漂亮的。请写下这个答案的男生举手示意。对，我也觉得肯定是他异国恋，因为他们都会比较直接。我说这肯定被骗最差，确实，因为女生不会喜欢，不会喜欢这种，但会不会就是外国朋友觉得无所谓呢？对吧？就是他的老婆觉得 OK，对，无所谓。但是问题是让所有人选。哦，就我都说她很漂亮了，你还说她是很漂亮，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也会说呀，但不能说快看。这个如果是因为这个被淘汰了，不怪任何人。真的，他就是过分，还要你快看，还打省略号是什么的？就是太多了，还要说很多。他夸了3分钟，这里显示出来只有10秒。说外国人的思维跟我们还是不一样，就是在他们眼里，他们觉得这样说是正常的，他们不会吝啬夸赞别人。是，对。没事，我拍的也还是 OK。文化差异。男生的第2个问题是，在挚爱之战的决赛前夜，女朋友哭着说：“我太累了，我们不要再继续比赛了，回家吧，好不好？”
你的答案是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我会让他放松，让他放心，明天只要去就好，我会搞定的。对，我们都投了这个。这不是还可以吗？这有什么呀？这不挺好的吗？我觉得还好，我也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我真觉得还好。是不够体贴吗？请写下这个答案的男生举手示意。这是谁写的？这个到底是谁写的呀？请写下这个答案的男生举手示意。写的不好吗？肯定啊，我们会觉得就是凭什么你觉得你能搞定？不是你自己不想的呀，那我帮你们搞定不好吗？女生可能会觉得还是要尊重一下女生的想法。哦，这好像是逼你的。是他没有选择的。哦，这样子啊。男生的第3个问题是：一起看电视剧的时候，女主人公在最后死了。女朋友问：如果我先死了，你会怎么办？你的答案是完了，有个奏乐的写。有个奏乐。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那就风风光光的给你办一场，请你喜欢的乐队伴奏。这个我喜欢嘞。疯了！我选了这个最喜欢的。我最喜欢这个。我以为你会这样说的，所以我刚刚也问你。我说我是带着他那份好好的活着享受世界。我觉得挺幽默的这个回答。对。哦，对，我选了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作为女朋友听到那个第4个，我感觉我会气死。我决定反向选4。我也会选4，哪怕我觉得很棒。我觉得这个确实该。这个男的说这个话吧，就是他可能有很多种语气，有一种可能是冷幽默，就是我接你这话茬下去了，但是明明就是一种获取情绪价值的方式。他想要听的就是啊，你不能死啊，或者是呸呸呸，你怎么能说这么难听的话？然后这个男生来一句，风风光给你办一场。啊，音乐挑你最喜欢的音乐，所以所有女生都不会接受这个答案的。我觉得男生可能也就是给你开个玩笑，调节一下气氛。这就是看2个人的相处方式。请写下这个答案的男生举手示意。应该是他，是他，肯定是他。我喜欢。我喜欢。我觉得他答案写得很好，因为我的点就属于那种神经病啊，那就是我想要的。那是默契吧。你们问过另外一半这种问题吗？有讨论过这个，因为当时在拍那个《爱人啊》MV 的时候就有聊这个话题。因为有一句台词就是“如果有一天谁先走，我们约好在同一个路口”。就有讲到，年轻的时候相遇，然后到老的时候2个人离开了，然后再来世又再相遇，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当时有讨论过，就说如果是下辈子遇到会怎么办？然后就说这个很难，因为样子会变啊什么的。然后就说那我们想一个手势吧。好浪漫，哎呦，有点感动的。男生的第4个问题是：当你发现女朋友在生日当天回复了前男友发来的信息，你会怎么做？这个可能是你了。你的是啥？分手。你写的是分手啊？真的？你写的是分手？我会这么做，但如果有这样的，我会很生气。你刚刚说分手？开玩笑的。开玩笑也不行哦。哎呦。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暗示他该删掉前男友了，得让他明白事情的严重性。这样暗示他啊？怎么这么凶？我很讨厌让我删前男友的这个。我也是，我也是。而且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渣男子主义，然后暗示就更加讨厌。哇，是谁呀？有点居高临下，有点这个绝对受不了。请写下这个答案的男生举手示意。哦，真的是意料之外，他太了。他占有欲很强，说明对吧？你那个得字用的不好。
他不能接受。我老实说，我感觉我是心里有点惊讶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答案挺正常的吧。不过后来听他跟我说，我这句话可能确实用力有点过猛了，其实还是应该温柔点，就是这样的。对。他这个人其实挺简单的，他不会一些弯弯绕绕，或者说去讨好别人。他想的是什么，他就很简单的去写什么。那么他的思维跟他的逻辑，可能就是只有我懂得他真实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他不被别人理解，我觉得，我能理解。对。男生的第5个问题是：女朋友花了一整天给你准备了晚餐，你吃了一口，发现太咸了，不好吃。女朋友问怎么样的时候，你的反应是？这个稍微有点情商，应该都会答得还不错吧？但选最差应该很难选。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还不错，就是有点咸。谁写的？笑死了！我们会觉得还不错，就有点咸，就是你想我辛苦给你做这种敷衍。对，就是会让我听了以后觉得我下次再不想给这个男生做饭了，就这种感觉。对，因为这个是还不错，就没有夸奖。我写的是我会马上吃掉全部的，然后说很好吃。女孩子喜欢偏爱，懂吧？但不喜欢油腻。请写下这个答案的男生举手示意。其实这是我们平时的日常交流的状态，对，我们不会隐瞒他说你做菜好，太棒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没有问题，我也选了。他也觉得很 OK。对，这个是最好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女孩觉得这个不可以，我也不懂。男生的第6个问题是：大扫除时，女朋友偶然发现你和前女友的照片，你要怎么做？这个是送命题，感觉。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我会说，谁没个前任呢？对方会表示理解，因为对方也会有跟前任的亲密照片。这谁写的？我真是无语了。这个不太好，这个真的不行。我不喜欢说谁没个前任呢这种话，对，就不舒服。请写下这个答案的男生举手示意。这个答案会让女生感觉不舒服，完全没必要这样写。直男啊，我天！不过他们两个也许就是那种很坦诚，相处的方式不一样。他很真实的在写他，对对，更大度一些。男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女朋友问你要怎么来表达你到底有多爱我，你的回答是？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我爱你3 millions。我有点没有 get 到3 million 是这是一个电影里面的。请写下这个答案的男生举手示意。其实我问过他这个问题，然后他说，可能3000。然后因为有首歌叫《I Love You 3000》。对，然后我跟他说不够，然后他说300万。对，300万。对，然后我们一直拿这个开玩笑，所以我今天我在答案里头就写了一个这个。是的。对，但可能其他女孩她没有 get 到这个点，可能只属于我们俩的一个梗，一个故事。是的。小故事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很感动的。对，确实挺感动。我也没有投这个。其实很多问题我不想投最差的，是内疚。对。我倒是没感动，这个其实挺感动的耶。他们两个彼此能懂，对，两个人彼此懂就好了，我觉得。Yes。黄豆太危险了。
他们真的是输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表达就是他按照他女朋友的喜好去写，但是没想到选的是我们这些。黄豆他们应该两个相处都是很洒脱，都知道朋友一样，然后很相信对方，所以他们的答案都不会特别哄对方的，都会是很直接。所以在女生看来，我们都会选会哄我们的，所以他的答案在里面就没有优势。其实无论你们的答案是什么，这个很主观的，所以没有最差的。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文化差异可能会跟别的情侣不一样，这个我是完全接受的，也理解。其实挺好的，很真实，洒脱真实。这有运气，其实比赛有运气的成分。接下来我们可得考一下你们两位。还有我们啊？哎，就是那男生的题目，你们都会怎么回答？好。难一点的哈，我看看哪个难啊？选最差的淘汰啊！待会儿这沙发上只有一个人了。我肯定答不过。大扫除的时候，媳妇儿或者是女朋友发现了你和前女友的照片时，你要怎么做？没有吗？哦，对，没有。到，你走吧。出门多快啊！再见，再见！消失的太快了。你呢？我会撕掉吧，应该会扔掉，应该。你当时就当着他的面就那不会，我会让他处理。那我说你处理，你怎么处理？那我就撕掉，我明白了。哦，那要我真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肯定直接就撕了。对。哦，就是，反正就表个态，毫不犹豫。可是你撕也没有用啊，照片在人家心里啊。你是这么想的？难道不是吗？他为什么还要留着呢？如果你要找的这张照片就有问题，如果他坦白跟你说他有这张照片，你肯定也不会生气了吧？因为都已经过去了，要听一下人家解释，有前提，我觉得都是有前提的每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成熟和不成熟的恋爱观最重要的、很简单的一个差别，就是给不给一个解释的机会。对，一定要给对方一个解释的机会，万一他真的就忘了呢，对吧？那他们就是不解释，直接。这也是一种解释，这也是一种解释，这也是一种解释，也有可能我内心可能想保留这段记忆，但是跟你相比起来，它值得我撕掉，是这种解释。对对对。这么晚，一定给我准备惊喜了吧？是鲜花还是情话？生病了还出来迎接你，结果你啥也没准备。知道你不舒服，给你准备了这个。爱情不只有炙热时刻，暖暖的也可以很贴心。你还是挺细心的嘛。999感冒灵，暖暖的很贴心。现在，请男生和女生交换位置。哦，还有女生的。我手已经出汗了，疯狂出汗。这是一种未知的紧张。左边第二个那个女孩子，她写的很多答案都是很跳的，她的很多答案都是很偏激，所以你们应该不会喜欢她那个答案。他是个性能力比较强的人。对。不知道，很难说。我这种感觉好吓人。他好像很紧张哎。我就很害怕，因为他当时只错了一个，我就怕自己再错很多个的话，就会拖他的后腿。没事。好紧张，好紧张。Julia 很轻松的样子。就我这边得了4票，最不喜欢的答案。我们俩被淘汰的概率可能在70%到80%。但是没办法。对，我们心态很好。现在，让我们来看女生们的回答。哇，我现在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天哪，好紧张，好紧张。女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和男朋友约会的时候，前男友从对面走过来打招呼，这时
你会怎么向男朋友介绍前男友呢？很小事的东西，我说我会介绍。根据10位男生的投票结果，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直接跟对象说，这是我给你说过的那个谁谁谁，然后男朋友打招呼说，哦，我知道了，你好，留前男友自己怀疑自己被怎么说的，自己难受。对，我们说的，我们狂喷这个。第3个答案的最后一句有一点恐怖，支持2周，听着我就来气，我还认识。为什么要让男友自己难过呢？对啊，为什么你的心态还要赢你的前男友？不应该就在乎他前男友怎么想是吗？就说明还是没释怀。对，他还没释怀。对。哦，那有点道理的。请写下这个答案的女生举手示意。这是谁写的？请写下这个答案的女生举手示意。这小可爱啊！我没想到是他哎，我以为小可爱的答案也很可爱的。因为可能我们都是觉得这个问卷调查答案是给男生看的，所以呢没有想过是让所有人来考量我们的回答的。填这个问卷的时候是在对自己的男朋友放狠话。不会哭吧？怎么办呀？没事没事，就是我。我知道是你，没事。不会，他们俩不会输的。女生的第2个问题是，男朋友每次约会出门穿搭都很难看，让你觉得丢人，你会怎么跟他说？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以前发生过这个情况，当时是脸直接垮掉，然后转身就走。但现在的话，我会直接跟他说，然后帮他换一套我喜欢的。你这个答案应该会被判负的。这个男孩好可爱。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我会让他回去换一件衣服，再不行就出门买一件衣服再约会。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不行？还给你买衣服呀？我也觉得没问题，就因为旁边都搭得太好吧。我觉得多是后边这一句了，太强势了。这个有点就是必须要听他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太喜欢。都出了，回去换件衣服，这也挺奇葩的。这是小可爱写的吧？还是小可爱吗？请写下这个答案的女生举手示意。是他啊！这个没有想到。老婆没问题，可以。给你出门买衣服，你给我买衣服，你就给我买这衣服就行。他人很好哎，还会帮他买衣服嘞，是不是？蛮好的呀，这还好。他是不是没有写说我给你买？对，他说的只是说去买一件。去买一件，对。就是我说的语气，好不好？好不好？对。女生的第3个问题是，你男朋友的女性好友好像喜欢他，你希望他们能保持点距离，你会怎么开口呢？你会提醒我这么说的，然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在这个问题上，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我觉得有可能回答最差的会是小可爱，因为他们2个的爱太狠了哈！直接开口，离他远一点，他没有什么异性朋友。如果只是微信好友，直接删。如果只是微信好友，直接删。非常强势，怎么这个控制欲那么强？太可怕了。
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异性朋友，因为可能你有你的客户啊，就是如果是微信好友直接删这个东西，还是感觉有点夸张。请写下这个答案的女生举手示意。解释一下，因为他的背景还有朋友圈全部都是我。如果那个女生看到了这样还给他发信息的话，我觉得可以直接删掉了。签署主权。他俩占有欲都挺强的，其实。发现女朋友回复了前男友发来的信息，你会怎么做？暗示他该删掉前男友了。请写下这个答案的男生举手示意。如果那个女生看到了这样还给他发信息的话，我觉得可以直接删掉了。他们俩彼此要求都是这样的，他们两个的爱就是现在就是浓烈的。我们两个之间是没有什么异性朋友的，就是只有对方24小时的生活嘛。可能对于外人来说就不太理解，被误判为就是说最差的答案也是能理解的。他们俩都是对对方占有欲好强。没事没事，我知道你回答的都很好的。他是觉得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对，所以他们不能忍受任何有点破坏这层关系的感觉，就是马上就要一把推出去，就绝对没有一个回旋的余地。他们的相处模式就是这样，挺公平。对，公平。我也这样，你也这样，我们很公平，就是不双标。对对，女生们的第4个问题是：大吵一架后，1周都联系不到男朋友。这时你的应对方法是？对，有一个很猛的，这个直接就是给你很猛的搬家旅游，立刻拉黑，马上换锁。我估计是这个人，我直接选了那换锁那个。我真的有人换锁吗？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把他的东西全扔出去。对，牛啊牛啊牛啊！把家里的锁全部换掉，全部拉黑，永远别想联系到我。我也出去旅游，必要时搬家。太溜了，太溜了，蛮酷的，我觉得。好多感叹。脑海里已经有画面了，有画面了。马上拉黑，马上删除。家里的门锁换掉，我也要出去旅游。对对，这个看得太震撼了，我的妈呀！有一点点过，我是觉得。他是说了一点点过，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是很过了。他是绝对接受不了这种情况，他会疯掉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手可以举起来。说不定不是呢。肯定是。苦啊苦啊！请写下这个答案的女生举手示意。我不用举了，大家都知道。就7天都联系不到的男人要来干嘛？说得好。给他风风光光办一场，给他风风光光办一场。结束，直接结束，安排。风风光光办一场。对呀，正常来说1天都不能联系不到。对，正常女生都会这么想，我觉得。爽剧女主，如果那个男生1个礼拜都联系不到，那男生就在冷暴力。对呀。对。太猛了，太猛了。但是他喜欢很决绝，个性，很决绝。这就是个性太明显了，这环节吃亏了。对对对。女生的第5个问题是：结婚后，婆婆某天突然来访，看到儿子正在做家务，而你在沙发上看电视。婆婆问儿子：“家务事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吗？”你的反应是：为什么女生的问题还有婆婆？好复杂。你妈问你家务事是你一个人做的，你会怎么说？谁有时间谁干，难道不能都我看？啊？没有，我们俩谁有时间谁干。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用眼神求助她，让她来解释，然后去给婆婆洗个水果，让她坐下来休息一下，慢慢聊。这为什么差？这为什么差？这不挺好的吗？因为我觉得他在回避一些什么问题。这个心理活动是不是他有点心虚，就想逃避这个家务活儿，
好像所有活就应该男方干。慢慢聊，聊一些其他事，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没有正面回答。对。要不然呢？那要不然应该怎么样呢？对呀。请写下这个答案的女生举手示意。这是谁写的？我觉得是小可爱。我没想到是他哎。哦，这个没有想到，我真没有想到。但姐姐，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我也觉得没问题吧。我们两个之前讨论过彼此的妈妈和对方产生的矛盾，就是我们要负责处理好这两方的关系嘛。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写下来就是我要先给他使个眼色，让他想想怎么去找补一下。还有2题，4332。那还是挺接近的。对。哇塞，真的很接近啊。确实。女生的第6个问题是，在男朋友家吃饭的时候，男朋友妈妈用男朋友前女友的名字叫你，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好难，好难哦。婆媳之间的问题都是比较复杂。我会开玩笑的跟阿姨说我叫翟宇。对啊，我建议就是说直接说出来。一种是直接戳明这件事情，但是婆婆会很尴尬，当然她不会表现出来，但是以后会很难相处。但如果说你自己不说出来，又窝在里面的话，你以后也肯定会爆发。在这个问题上，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那肯定是我吧。完了，这个有可能是我。这个问题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假装不知道，一直保持开心，之后也不会提，就让这件事儿这么过去。你们为什么会讨厌这个答案呢？我想不懂哎，这个不好吗？对啊，这应该是非常体面的一个回答吗？对，这个不好吗？这个事情很有问题，因为这会让不好的种子一直萌芽发芽。啊，这个意思。心里一定会有膈应的，但就是让个气球慢慢充满，最爆炸的就憋出来。哇，真的很难。就为这个男孩忍着，他从自己的出发点是要保护这个状态。谁说的这是？这是比较成熟的女生选的。那其实从这个答案上看，男生其实反倒希望你把事情给挑明。请写下这个答案的女生举手示意。你看，我就说是个很成熟的女生。哇！你看我很惊讶。你不像你的性格啊。因为这个事情发生过，在我们家，但是我爸爸叫错他的名字，然后他就一直都没有说。然后我就想说，我也会做一样的事情，一直保持开心，就是一直当做不知道，这样对方都会开心。他内心真的不介意，有可能就是对，我觉得也是。他不是不介意，他成熟，这是他自己觉得选择的方式。对。4、3、3、3。哦，突然就一样了。最后那一题很重要了，那就只剩最后啦。哦 ，no， 没事。他真的当时非常紧张，我感觉他的手都一直用力的抓住我的手。我面对比赛的时候，我就属于那种就挺想赢的。看起来挺温馨的。看起来挺像我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我们俩被淘汰的概率可能在70%到80%，但到了这个Yulia这局，另外一边在搜索往上涨，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真说不清楚，到最后，哇，这随时都有可能反转。女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塞点了。女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婚礼在即，男朋友才迟坦白自己有50万的债务，你的反应是？哇，这个问题，给女生的问题好难啊。这个是有点触及底线的东西了。对，完了，这个有可能是我。我也不知道这个是。
有可能是你的波波。我真的很担心。应该是刚在一起的时候，确定关系的时候，对你一开始说那没什么事儿，对。在这个问题上，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问他债务的原因，分情况看是否影响婚姻的本质，最后让他独立承担债务，还完再结婚。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很好，为什么是最差的？是没有问题，我也觉得没问题。请写下这个答案的女生举手示意。谁说的这是？超有逻辑性，很成熟啊。但是男生会觉得你太一是一，二是二啊，就没有情感在里面，会不会觉得？请写下这个答案的女生举手示意。你看，我觉得说的很好呀。好的。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是呀。你看女生都给他这个，对，女生都觉得没问题，一般人做不到吧？我觉得。为什么都选这个呀？独立还完，都已经放过你们。还完再结婚啊？对呀，都不是不跟你们结了。临近结婚，发现男友隐瞒了他负债的事实，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在我们大部分女生眼里就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分手，或者说这个婚就不结了。这是属于一个人的诚信问题了，对不对？属于欺骗。万一有些男生是为了想让老婆还债，然后找一个老婆结婚，也是有这种可能。我绝对不在意你有债务，但是你一定要拖到结婚前夕，你才跟我说你有这个事儿，就是你其实是有隐瞒的心态在先的。对，是隐瞒的问题，不是债务的问题。而且我在我的答案里面写了，我不会说一票否决，你这样你就给我滚蛋，而是我其实会先要跟你了解你为什么会欠钱。我觉得进入婚姻的前提就是你们两个要非常开诚布公的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好说清楚。所以就算知道现在这个是最差答案，我真的也不会改，我就是会这样做的。他就是太成熟了，太理性了这个。他所有回答都是高情商的回答，其实是，但是男生会觉得太硬了。对，因为打分的是男性。就第二个，我觉得前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一定要说，还完再结婚。我们也可以先结婚，我老婆有债务，我也可以先结婚。对，分得太清楚就会有点距离感、隔阂的那种感觉，好像没有爱的感觉。对，比较商业化。确实，主要是他最后那一句话，就还完再结婚，会让你觉得很寒心那种感觉，很商务的。但是这个男朋友有点过分啊，他快结婚了才说自己有50万债务，对吧？你都那么不实在，你要求你女朋友实在，凭什么呀？这句话也有理。虽然这个东西它分情况吧，但是女方还是没有对男方有完完全全100%的信任。哇，真的很难 get 到男生的点是吧？对啊，我们也很难 get 到女生的点，很难懂。男生点我也理解不了。你这其实刚才那个女孩子的，就是被选出最差答案的那个女孩子的回答，我们几个女生都觉得，对，都觉得回答的很好，没毛病啊。我想看到最好的回答是什么？我好想看到最好的回答是什么？真的，男生认为最好的回答是什么？男生到底想女生怎样？基本上我相信他会还清他的债，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会帮助他的。男生就是要女生无条件的去帮助他。觉得他们价值观一样是没问题，我是能接受。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就算是男女转换，我都觉得，所以我觉得最差那个答案，其实已经在我眼里是最好的答案，就很好了，应该说是，他很那个体面，对。按理说女生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分手吧？你说刚在一起确定关系的时候，你说我有50万债务啊，怎么着，而且你要说出前提，比如说啊，你创业失败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好说。对我个人觉得这是原则问题。对，坦诚，既然都要结婚了，你还不去坦诚？唯一他庆幸的就是不是说我自己发现的，要这个问题要是他没有去说我发现，那这个更严重。而且你没有发现，女生的问题涵盖的面比男生的问题涵盖的面广多，对，多很多。男生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怎么跟女朋友相处，
女朋友的问题都是要跟婆婆，什么还有前男友，就是家长的问题都在女生的问题里头。现实中也是这样的，就是沟通不良啊，或者是有争吵啊，家庭矛盾的时候，基本上说的都是婆媳关系。虽然现实中可能确实是女生面临和婆婆的关系的问题多一点，但我其实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问男生。往往真的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看这个男生的，要看男生的态度。对，其实可能多问问男生这样的问题，让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和他有关，他需要为这个问题付出努力，其实会对现实中的关系会更有帮助。对，问完男生要问一下女生了，我选一个哈。你男朋友的女性朋友好像喜欢他，你希望他们能保持距离，你会怎么开口呢？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自觉的男生，根本就不用我开口。对，最主要是你就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有这个问题。如果真的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人也不值得你珍惜，不值得跟你在一起。我是觉得就不值得再去解决什么。对，如果这个人是非常成熟人，他会自己就做好隔离的。对吧？我就说好像他好像喜欢你哦，你们要保持距离，你就直接说。对，我是直接性的，没有什么拐弯抹角。你拐来拐去，人知道在说什么。那万一他回过来说没有啊，他没有喜欢我呀，我就说相信我，我做过情感节目《挚爱之战》，我有经验。但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我觉得备婚的都应该看一看，就是它打开了很多对话的空间，日常生活中讨论不到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去跟另一半去探讨，是很好的去对齐三观的时候。对，如果说这些问题如果都没有能达到共识的话，后面的走起来会比较的辛苦一点点。现在发布投票结果：姚豪、徐一乔共3票，黄丽、蒋佩3票，黄豆、于亮、顾元熙、陈柳明均为4票。这是平票的吧？可能1、2。平票现在。由于本轮生存对决产生平票，现在由晋级的6对预备夫妻进行第2轮投票。让我走，让我走。你那句啥？你自己想想，如果你错了，我错了4道，你会生我气吗？会。那对啊，一样点，我也不会生你气。瞎混，也是不要脸。现在，请大家依次进入挚爱小屋，一个一个去啊。对顾元熙、陈柳明、黄豆、于亮进行投票，每人1票，得票最多的1对预备夫妻将被淘汰。最后一轮投票还是很纠结的，然后2个人就是感觉选谁也不是。理查德可能他的亲和力更强一点，沟通更多一些吧。那个姑娘，我觉得她会很认真的去对待接下来的比赛。就也的答案，其实男生非常喜欢。其实挺残酷的，就我们可能任何一个选择会决定谁的去留。现在发布最终投票结果。我手都出汗了。我的心情还是比较激动，虽然当时我可能没有表现出来，但我内心想法确实觉得我们还有戏。我们在之后还是有一点点竞争力的，把我们早投走呢，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现在发布最终投票结果。哇，这个好苍老。第1票，黄豆、于亮。第2票，顾元熙、陈柳明。第3票，黄豆、于亮。第4票，黄豆、于亮。第5票，黄豆、于亮。他们好多呀！
朱丽叶的答案其实男生非常喜欢，我不想他们离开。第6票，顾元熙、陈柳明。第7票，顾元熙、陈柳明。哇塞，真的很接近啊！确实。黄豆那个我爱你300万，我当时并没有理解那是黄豆跟优利亚的表达爱的方式，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内疚，我就把这个票投给了顾元熙和陈柳明。第8票，顾元熙、陈柳明。哇，突然就一样了，不一样了。同票，好焦灼呀！我手都出汗了，我也手出汗了。这种节奏感太吓人了，真的。我好犟啊！到底了。第9票。孩子不感冒，妈妈没烦恼。本节目由儿童专用的999小儿感冒药冠名播出。爱的责任感即将开始。一边是女的，一边是男的。我一定要赢，因为我女朋友不喜欢游泳。高高加油！哇！小心！小心！哇，这厉害了！哦，下去了。不是，哎，有反转。爱的重量，沙袋重量最轻的一对夫妻将被淘汰。开始了！我是想拼尽全力的。快讲！你看黄历讲配的这个能力，他一点都不弱。其实抢比这个拿重要啊。对不起啊，小可爱。哇，快惨烈了！快回来！开始互相厮杀了吗？在进行生存对决之前，你们将分别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发现女朋友回复了前男友在他生日当天给他发来的祝福，你会怎么做？回答一定要严谨一些。大扫除的时候，女朋友偶然发现你和前女友的照片时，哇，越来越劲爆了，这是生死命题。在路上看见漂亮的女生时，女朋友问那个女人是不是很漂亮？你的回答是？快看那个女孩很美，身材很好。这个肯定最差，这太离谱了，我的天！我这个，我想看到最好的回答是什么？这4个还蛮精彩的，让人有点难选。我喜欢4号，第4个挺好，而且很幽默呀。我其实最喜欢第3个。我喜欢1，就是我喜欢被偏爱的感觉。我还蛮喜欢这个回答的，就是偏爱啊，我就喜欢这种。我觉得这4个答案都挺好的，很难选出最差的。今天我们是各个节目的嘉宾一起聚在这里。没错，我是喜欢你，我也是的刘明凯。花花，我是潘森20岁的秀秀。李志豪，芋圆 CP 的根源。机智的恋爱的吕珊。女朋友在的时候会谨慎一点吗？稍微谨慎一点，其实也没哪个谨慎。有谨慎但不多，多一声不如少一声。对，我嘴巴很贱，我说胖猪。我属于比较早睡类型的人，然后他比较属于熬夜类型的，但是后面我们这个事情好像就是磨合的，你也开始熬夜吗？那我们看 VCR 吧。对，格斗比赛冠军，他们跟他怎么比啊？同时我就喜欢叫他给给。哎呦，其实有时候小孩会喊我宝宝吧，然后还能叫。这个节目折磨的是我吧？你蝴蝶结最好看。你的特长是爱我。好甜。他就是这个世界上真正能拖住我的那个。这个更科。大家平时表达爱的方式。就像我饿了好就，我们吃宵夜了，走啦。我就是加入就好了。亲一下。还起哄的话。每周一精彩预告抢先看，
周二、周三19点正片更新，周四周五12点会员专享加更版、挚爱之战陪练版，还有花式物料和惊喜活动福利不定时放送。挚爱之战，伴你挚爱过冬。上微博参与挚爱沉浸式体验活动，一起感受挚爱时刻。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正片没看够，每周四中午12点加更版，周五中午12点挚爱之战陪练版，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关注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可参与抽会员哦。极光 TV 畅享大屏极致视听体验，腾讯极光盒子带你感受挚爱之战的真爱试炼。参与社区互动，为你喜爱的 CP 加油，共享弹幕挚爱时刻。